好，魔方大比的混天豹，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就都摆出来了。现在终于也是进入了最后的合体部分。第一步，咱们先把裤衩子和2条腿装上，顺着这里边有一个梯形的滑槽，直接嵌进去，滑到底就行了。吵闹的部分，我们需要把腿部整个的打开，然后把扣子夹合进去。 全部密合到位以后，再把这些地方都扣上。腰部组合，先拿出变形好的袭击主体，顺着裆部的这个滑槽给它推到底，继续拉高，从前方这里嵌入整个的大马甲儿，把胸口这里、后方腿部以及裆部中间所有的卡扣都插到位，然后头顶脖子这块盖子。 锁上2边的挂钩，包扎的这条胳膊顺着这块凹孔插进去，接着把上方这里所有的插扣再结合紧。这块密合完成以后很难抠开，肯定也是为了保证这块结合的一个稳定性。另一侧的旋风顺着这里的滑槽插上去，再把外侧的这一片包上来，扣合夹住。 那么好，魔方这套大比例的混天豹，我们也就合体完成了。整体来说，其实合体的过程并不复杂，但是需要拆开了以后把扣子夹住，再重新锁定一下。也是因为尺寸过大了嘛，所以也是为了保证一个关节的支撑稳定性。组合完成到头顶的最高处在53公分左右，到炮口的最高已经将近了58公分。 所以这个尺寸来说还是非常夸张的，身材体型也是比较匀称的那种。虽然说是一个马甲式的合体，袭击装在肚子里边，倒是背包显得也不会很大。背后来看也算是处理的比较干净。合体后的脖子是一个独立的关节，左右360度旋转，点头抬头范围很大，并且这一块的空间打开之后，里边还是有一个可以收纳的位置啊。如果 有那个发光模组的话，可以插进去。肩膀360度旋转，齿轮关节支撑的稳定性没有问题。平举的话，齿轮关节基本上也能快举平。2头肌旋转是单体角色的腰部，胳膊肘往前屈是一个大的齿轮关节，曲肘的幅度也能达到90度以上。手腕可以向上抬起，全指可动手。 左右旋转，而且这个手的造型非常的漂亮。大手里边还有一个凸起的插槽位置，我们也可以拿出魔方自家小比例的震荡波，顺着腿侧面的这个扣子给它插进去。这样也就可以还原出来动画片里混天豹握着震荡波的名场景。 所以魔方这套震荡波也是挺有意思的，它配件里边带了一个自己缩小变形后的枪型，可以握在小比例的混天豹上，而自身变完了枪型之后，又可以跟大比例的混天豹进行互动。哎，这个感觉配起来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腰部这里左右旋转，齿轮关节360度，并且这里还设计了独立的弯腰机构。不过这个齿轮非常的硬。 很结实，前踢这么重的一条腿，齿轮关节支撑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。 后踢因为设计了后裙甲，所以这一块也可以打开了。侧抬依旧是齿轮关节可以提到90度往上，支撑性也不错。膝盖关节的齿轮可以折到90度往上，支撑性也没有问题。脚踝左右的齿轮关节整脚接地，前脚尖这里还有齿轮关节可以活动。 这个关节的支撑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啊，正常的站立摆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而且这么巨大的尺寸，我估计更多的玩家是拿回去暂时收藏的吧。这个玩意儿想要玩一次，确实还挺累的。毕竟全部完成合体以后的重量来到了2900多克。上一个把我的秤踩坏的还是 FT 的大无畏啊！我又买了一个，你别给我再踩坏了。虽然6斤左右的重量并没有 FT 合体那么的夸张，但确实这么大的尺寸来说，对于把玩还是一个不小的压力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确实这个尺寸摆在那里，再加上最后整体的一个美型完成度来说，确实是非常不错的。虽然大裤衩和大肚兜这些只是一个非常作弊的合体方式，但确实为了达到最后的处理完成美型效果以及身材的比例问题，还有关节的支撑力。
力度，这也是现在第三方设计师共同的选择。好在最起码它保证了单体的人形5个小队成员的比例以及伪装形态，每一个都做得相当不错。最后还有合体的一个外观美型以及各种坚实的支撑效果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魔方大比例的混天豹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